数千年未曾娶妻的蛇王顾时言突然颁下谕旨，蛇后人选必须从我穆家一脉选出。我与姐姐穆熙都是穆家嫡系贵女，一个是千年难遇的白蛇血脉，一个是纯正赤蛇血脉，曾都对那蛇后宝座势在必得。就是你了。即日起，立为蛇后。拜见蛇后。第一是，我提前半月摸清了蛇王的喜好，特意穿了他最在意的粉蓝色衣裙。大典上，他一眼定了我。婚后3年，他将3界至宝捧到我面前，人人都说我是灵蛇族万年最受宠的蛇后。可当我怀胎10月，为他诞下一窝蛇蛋后，他却只看了一眼就面色大变。哇！没有那股气息，你不是本王要找的人。来人，将这贱人剥皮拆骨，丢去乱葬岗。穆家全族以硫磺酒焚身，永绝血脉。姐姐，身后的位置我让给你了，你一定要穿这件衣服去大典，求你了。第二是，我带着前世的记忆惊醒，我以为只要避开蛇后的位置，避开那身粉蓝衣传，就能躲过灭门的惨剧。可我没想到，命运的齿轮只会以更惨烈的方式碾过来。鱼目混珠的贱人，你也不是。我又回来了，又回到了蛇氏来宣旨的这一天。选亲大典的前7天，蛇王要找的到底是谁？他也重生了。穆长老，必定要从你柳家一脉选出，7日后选亲大典，呈上人选。劳烦大人通传，老夫膝下2个嫡女，大女穆熙纯正赤蛇血脉，小女穆婉千年白蛇血脉，皆是上等灵蛇。只是不知王上心中可有偏爱的标准？王上的心思，岂是你我能揣测的？只提醒穆长老一句。若是选的人入不了王上的意，让王上不满意，你们柳家上下这一脉上千口人，就等着全族覆灭吧！父亲，女儿前些时日冲击化形劫受了重伤，伤了根基，日后怕是子嗣艰难。根本无法承担蛇后重任，更不能伺候王上，求父亲明鉴。哎呦，父亲，女儿不孝，女儿早就和外间的蛇郎私定终身，如今已经珠胎暗中，实在没资格，也没脸面去伺候王上大人。你们2个，平日里为了点修炼资源争得头破血流。如今这天大的机缘砸到脸上，你们反倒推三阻四，到底发的什么疯？我不管你们耍什么花样，7日后必须给王上一个交代。若是交不出人，柳家就等着灭族吧！说，你们2个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穆婉，你的修为百年稳固，何时冲击过化形劫？穆熙，你活了500年，连南蛇的手都没牵过，哪来的珠胎暗种？
城市交往时。两世你们都被他杀了，柳家上下上千口人全没了。那王上要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们一个白蛇，一个赤蛇，都是柳家最纯正的血脉，怎么会都不对？父亲，我和姐姐也想不通。第一是我生的白蛇蛋不对，第二是姐姐生的赤蛇蛋也不对。她要的根本不是蛇后，更像是能生下某一种蛇蛋的母土。何况您明面上只有我和姐姐2个女儿，我们都不对，还能有谁？现在不是慌的时候，我们还有7天时间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姐姐，你去家族藏书阁查蛇王近1000年的行踪，尤其是他突然要立后之前。我去打探蛇王的行踪，想办法套出他选后的真正标准。我们必须在7天内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，不然穆家就真的完了。好，我花了整整2天买通了蛇王身边的近侍，才知道他每日午后都会来这片紫竹林调息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得知他在蛇宫种了满院的兰草，平日里最偏爱兰花香。穆长老的小女儿穆婉，本王倒是听过你的名字。怎么，等不及7日后的大典，特意来这里堵本王，想提前拿下蛇后的位置？皇上英武盖世，是整个灵蛇族的信仰，穆婉自然心悦皇上已久。只是穆婉也怕自己资质浅薄，入不了王上的眼，成不了王上心中完美的蛇后，所以才斗胆想问一句：皇上心中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您的蛇后？哦，你真的很想知道？本王活了数千年，从未娶妻，也不懂什么情爱，但今日见了你，倒觉得你这模样可爱的紧，不如就不等7天后了，本王现在就定你为蛇后，如何？你不是心悦本王吗？穆婉能得王上青睐，是3生有幸。只是一来，王上还未见过佳姐，若就此定夺，穆婉怕姐姐心中不平，也怕王上日后会后悔。二来，穆婉早已和姐姐说好，7日后在大典上公平竞争，若是今日私定，坏了规矩，怕是会落人口舌，有损王上的威名。本王喜欢身上带着兰花香的女子。兰花香，又一个线索。粉蓝色衣裙，兰花香，还有什么？姐姐，怎么样？查到什么了？我翻遍了近300年的族史，查到了一件很诡异的事。咱们这位蛇王在100年前曾独自一人去过万蛇窟，在里面待了整整3个月，出来之后性情大变。万蛇窟那是灵蛇族的禁地，里面关的全是犯了灭族大罪、被废了修为的剧毒黑蛇，从来没人敢进去。他去那里做什么？而且族史里记载，他从万蛇窟出来之后，就开始收集各种带兰花香的香料，还在蛇宫种满了兰草，只是从来没人知道为什么。蓝色衣裙，兰花香，万蛇窟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王上要找的人是谁了。是谁？父亲，到底是谁？父亲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全族上千口人都悬在这上面，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唉，罢了，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瞒的了。王上要找的人是婉柔。婉柔？怎么会是她？那个在柴房里打杂的黑蛇蛇奴！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。父亲，婉柔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您为什么会想到她？她不是蛇奴，
她是我的私生女。50年前，我奉命去万蛇窟外巡查，被里面逃出来的凶蛇所伤，跌入了万蛇窟，中了里面的迷情杖，无意之间和里面一条修行多年的黑蛇有了纠葛。后来我伤好离开，没过多久，就有人把刚出生的婉柔送到了幕府，对外只说是捡来的蛇奴，从未承认过她的身份。她娘生前最爱穿的就是粉蓝色的衣裙，身上天生带着一股兰花香，那是万蛇窟里独有的幽兰草的气息。婉柔从小就模仿她娘，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粉蓝色旧裙，身上也总带着一股淡淡的兰花香。我也是把这3个线索串起来，才突然想到她。错不了，这回绝对错不了，就是他。见过长老，见过2位小姐。确定了婉柔就是蛇王要找的人，我们全家都松了口气。我们把婉柔接到主院，教她礼仪，给她做了最华丽的衣裙。7日后的选亲大典上，直接把她推到了蛇王面前。果不其然，蛇王看到她的第一眼，就猛地站起身，当场拍板。这就是本王要找的蛇后。大婚之后，蛇王对她极尽宠爱。没过多久，就传来了婉柔怀孕的消息。他特意传旨，召我和姐姐进宫伺候。2位姐姐，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难不成是看到妹妹如今的光景，心里不舒服了？娘娘说笑了，娘娘能得王上宠爱，是穆家的福气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。高兴？穆婉、穆西，你们从前在幕府何曾正眼看过我一眼？你们是高高在上的嫡系贵女，蛇奴随手丢给我的一口剩饭，我都要感恩戴德。可现在呢？我可是蛇后，是灵蛇族最尊贵的女人，你们见了我，也只能低头弯腰，夹着尾巴做人。我活了500年，总共就没见过你几次，什么时候欺辱过你？你们知道吗？皇上对我可宝贝得起，这宫里的珍宝随我挑，3界的奇珍源源不断的送过来。而且啊，皇上恨不得12个时辰都黏在我身边，除了吃饭睡觉，时时刻都陪着我，连朝政都懒得管了。他还说了，等我生下孩子，就立我的孩子为下一代蛇王。第一是蛇王也是这样，时时刻刻黏着他，寸步不离。第二是说了一模一样的话，不对劲儿。他根本不是宠爱，也根本不在意是谁，他在意的只有肚子里的孩子。他要找的从来都不是蛇后，那他到底要找什么？不会的，肯定是我想多了。婉柔完全符合所有线索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很快就到了婉柔生产的日子。娘娘用力，开到头了。放心吧，这回绝对不会出问题的。婉柔就是他要找的人，我们肯定能保住性命了。应该是我想多了。恭喜王上，贺喜王上！娘娘平安生产，诞下了8枚健康的蛇蛋，母子平安。大胆穆家，竟敢用一条卑贱的黑蛇冒充本王要找的人，糊弄本王！来人，把穆家上下全部拿下，大卸8块，扔进炼妖鼎，搅碎了炼丹。怎么会这样？粉蓝色衣裙，兰花香，兰花香，万蛇窟血脉全中了，为什么还是不对？他到底要找什么？万蛇窟，兰花香，产房，蛇蛋。他要的不是蛇后，不是血脉，而是……等我生下孩子，就立为下一代蛇王。皇上，我知道你要找的蛇后到底是谁了。皇上，之前是穆婉糊涂，给王上找错了人，还望王上大人有大量，再给穆婉一次机会。7天，不，
只要3天，3天后木婉一定给王上找出最满意的蛇后人选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可以在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只不过，若是这次又找错人，别说是你家这一脉灵蛇，便是只要与你家有关的灵蛇族，也全都要死。木婉，那么多条族人性命，可全都在你一念之间了。真的知道蛇后是谁了吗？不确定，但可以试试。什么叫试试？木婉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本来王上只要杀你们一家的，可你一番添油加醋，得了3天苟活，我们这些人却被你害惨了。你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怎敢在王上面前大放厥词？木婉啊，为父的身家性命可就全靠你了。是啊，妹妹，虽然姐姐平日里总是和你争抢，可这次真的只能指望你了。这会不会太离谱了些？你要那些东西做什么？如果姐姐信我，那这便是我们家唯一的出路。在那之后，我就去了灵蛇族藏书阁。木婉，你要的蛇虫鼠蚁，我全都给你找来了。真不明白这些脏东西和蛇后有什么关系？自那之后，我便一步步曾踏出藏书阁。每每有想来打探消息的族人，见到我身边一堆蛇虫鼠蚁，他们说我一定是死到临头下疯了，我全当变了眼睛。3日期限已到，木婉，本王的蛇后呢？皇上要找的蛇后就在里面。传闻中穆长郎家的贵女个个天资出众，可这穆婉却行事诡秘，实在不太正常。是啊，仅仅3日，怎么可能平白变出蛇王大人要的蛇后呢？唉，只是可惜了穆长老这一脉，这么多灵蛇全都要被他害死了。木婉，你可是确定了？这里面若是没有本王要的人，你的下场一定很惨。木婉不敢欺瞒王上，王上若不信，打开箱盖便是。木婉，你给王上找了这样的丑女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你怎敢如此不尊重王上？是啊，王上，还请您将木婉就地处死。对，没错，此女绝对就是本王要找的蛇后。赦免你们的罪行，轻飘飘。咱们蛇王大人口味这么重的吗？是啊，明明那女子没有粉蓝色衣裙，身上也没有兰花香气，蛇王为何还会对她青睐有加？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的危机还没有消除，一日不到蛇后生产，我们便一日不能放松。那日后，蛇王将这位新蛇后真真切切地宠上了天，旁人敢议论蛇后一句不好，蛇王便当场将那人大卸8块，所有人都恨不得离蛇后远远的，我却主动提出了进宫侍奉蛇后。姐姐得知后极力劝我。木婉，你疯了吧？你现在进宫，万一不小心触了蛇王的眉头，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心意已决。木婉，你很聪明，也很识相，与本王见过的所有灵蛇族女子都不一样。本王记得你可是很仰慕本王，不如本王就将你立为侧妃如何？只是为妃的话，就没有给本王生孩子的资格了。这样，你可还愿意？皇上恕罪，木婉只想一心侍奉蛇后娘娘，实在没资格成为王上的侧妃。哼，不识好歹！本王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就退下吧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终于来到了蛇后生产那日。木婉，这一次还会不会有事？不会的。木婉，你竟敢再一次欺骗本王！你给本王找的人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来人，把他们全部拖出去处死！皇上，您之所以如此震怒，是因为我给您找错了人，还是因为我找对了，甚至太对了，才让您感到害怕呢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白蛇蛋不对，
赤蛇蛋也不对，就连黑蛇蛋还是不对。究竟得生出什么样的蛇蛋才配做王上的蛇后呢？还是说王上心目中的蛇后生下的根本就不应该是蛇蛋？木婉，你想说什么？本王堂堂蛇王，不要蛇蛋还能要什么？既然如此，皇上敢不敢把蛇后生下的蛇蛋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呢？在场所有族人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们的蛇王生下的是什么东西？天哪！我们的蛇王大人怎么会生出一只蜥蜴？顾时夜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灵蛇族的蛇王，而是一只丑陋、肮脏又下作的蜥蜴精。所有族人都被你彻头彻尾的骗了。不错，这便是我经过了3世察觉出的真相。这些时日，我日日待在藏书阁，也是为了确定这个真相。从顾时夜无论选定何人为蛇后，都迫不及待催子时，我便有所怀疑。再加上千百年来，从前的蛇王虽然算不上仁慈，却也不会滥杀无辜。顾时夜却仅仅因为选出的蛇后令他不满，便灭杀了那么多小妖的性命。这样的残暴行为就更加让我心生疑绪了。直到我从藏书阁中查到一段古老的灵蛇族秘史，这才恍然大悟。1500年前，灵蛇族和蜥蜴族曾爆发过一场战争。在灵蛇族当时的蛇王即将化龙飞升之际，突然被蜥蜴王偷袭，当场殒命。从那时起，灵蛇族便对蜥蜴族发起了不死不休的报复。上任蜥蜴王也被数位灵蛇长老追杀致死，就此蜥蜴族全灭。而史料记载，那位蜥蜴王最爱穿粉蓝色衣裙，身上还总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，所以顾时夜十有八九就是蜥蜴王的后裔。他在灵蛇王重伤流落到万蛇窟时，杀死了灵蛇王，华成又夺走蛇王精血，瞒天过海取而代之。而他大张旗鼓的选什么蛇后，还非要从我家里选，当然也不是为了娶妻，而是为了复仇。无论他娶了任何灵蛇族女子，生产后他都会不满意的，毕竟灵蛇怎么可能生得出蜥蜴？第一是他那本王的蛇后怎么可能生出白色蛇蛋？重点根本不是颜色，而是蛇蛋。他从一开始目的就是找个理由对灵蛇族人发难，将灵蛇族人炼化成他的修为。而之所以选中我家，也不过是因为父亲是灵蛇族资历最深的长老，甚至还参与了当年对蜥蜴王的围剿，所以顾时夜优先拿我家下刀。当他炼化了我家这一脉后，还会继续以找蛇后为由，屠戮其他的灵蛇族人，直到杀尽最后一条灵蛇。当然，如果我直接说出全部真相，只怕也不会有人信我。于是我便故意找了名蜥蜴族女子，还在她身上对蜥蜴族有致命吸引力的药物。说起来，为了配那药，我可是不眠不休的在藏书阁捣鼓了蛇虫鼠蚁3天。我木婉为灵蛇族，当真是殚精竭虑呀！真是好精彩，好大胆的推测。木婉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聪明，竟然这都猜得出来。只不过本王100年来不知吸了多少灵蛇精血，如今修为已真化境。你们这群杂碎，就算知道真相又如何？有谁能奈何得了本王？天哪，他好强！木婉，恐怕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，都不是这个孽畜的对手。你还有底牌？不然呢？指望你这个一根筋的，灵蛇族早就被灭族800次了。装模作样，木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念在你聪慧有加的份上，你愿不愿意做本王的王妃？只要你同意，本王就在杀了所有灵蛇族后放你一命。果然，当日在蛇宫，顾时夜在问我愿不愿意做侧妃，他看似遗憾地说不能让我生子，其实是在侧面表达可以留我一命。我可没那么大本事伺候你这个又老又丑的臭蜥蜴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冒充蛇王的100年来，他不知道吞了多少族人的精血。木婉，
这次过去，你可不许再同我抢东西了。我不抢，我保证什么都让着你，什么都听你的。那好，顾时夜，你不会以为真是天生犯贱，喜欢伺候你那蜥蜴王后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回事？我灵蛇族自上古时期传下来的护族一大阵，只有血脉最纯的族人才能使用。我在蛇宫待了那么久，不是为了布阵，还能为了什么？不错，我早就料到揭穿顾时夜的阴谋后，他会破罐子破摔，直接暴起伤人。于是我提前布好了法阵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你这个心狠手辣、走一步算10步的魔鬼，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诡计多端的人？如果不诡计多端，只怕早就被他害死了。现在他快死了，竟还好意思指责我。顾时夜，终于彻底结束了。后来，所有族人一力推举我成了新的蛇王，原本困扰我许久的修为瓶颈，竟然也得到了突破。又是500年过去，我修行大成。我知道，等待我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